好，我们来看一下绅士 368E 的外观设计和细节配置。对比我们之前拍的 D， 明显轴距加长了，来到了1570，侧面线条就是突出了一个修长当然整体这种流线性这种感觉我觉得都是有的，只不过这个头部看起来饱满圆润，好像被蜜蜂蛰过了一点有点像虎鲸胖头鱼那种感觉对比之前的350系列比较圆润的那个外观，这次的改变上面还增加了一些切角开槽这些设计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这个风挡无极的电动调节，挺丝滑的这种感觉，而且风挡的面积其实是比较大的，配合头盔的话，在日常的摩旅途中这种防风性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然后大灯看一下这边是一个转向灯。灯条是一个日间行车灯，然后它的大灯是左右各3组透镜，亮灯的效果给大家做一个展示，还是挺凶悍的。而且侧面大家看一下，像鱼鳞像这种盔甲鳞片这样的从整个侧面看上去，呆萌的这种外观下还有一丝丝的凶悍底下是一个行车记录仪，但是这个膜没有撕，看到这个我好想撕，算了，忍一手吧。转到这边看一下，正制的一个减震，然后西护的对4的活塞，搭一个单碟的浮动盘。轮胎的尺寸前15后14，前120的宽度，后140的宽度。这道胎夏季骑行目前感觉还是挺好用的挺有运动性能的一个表达。然后看一下这个挡泥瓦的尺寸包裹非常的严实。然后转到侧面，我们看一下整个车的漆面还有装配工艺包括这些拉花其实是做在外面的，自己可以抠下来，方便我们 DIY 老实说368系列这个踏板，从板材上侧面材质这些方面看，我觉得做工都是非常在线，挺整的然后踏板的位置大家看一下，还是挺宽大的。我今天穿了一个我非常大的鞋，给大家做一个参照长度和宽度都没有问题。这是油箱的一个加注口，油箱的容积来到了17升那考虑到我们摩旅途中这种大的油箱还是挺有必要的一个配置。转到这边看一下座椅这个座椅的面积真的非常大，还带一个类似于小靠背，这个看起来就挺有用的。大家可以看我手部的一个面积对比然后整个摩擦的感觉我觉得都是挺好的，包括海绵的填充，坐上去这种舒适感觉都是不错的然后看一下我们乘客区域做的这个一个硕大的面积，对吧？然后这个扶手也是做了磨砂的处理挺简洁的这个座筒的感觉没有过多的设计一切以实用性为准侧边半隐藏式的飞旋脚踏轻轻一按就可以触发，跟车身设计融为一体，也挺好看的整个尾部的设计亮点一定是在这个排气上面这种金属的原色，还有简单的3道杠这种修饰，你看和车后面这个板花3道杠，我觉得是有一种视觉上的呼应的，而且它的转折有点像机甲龙鳞的那种转折，我觉得都是挺漂亮的，一体性挺强的。转到下面看一下为了轻量化的一个镂空的后摆臂的设计然后后刹也是单碟单活塞，液压弹簧的后减震整个车的悬架系统我们开起来再聊。然后看一下后挡泥瓦，其实类似于一个双层的里面一个小的，外面包一层大的，包裹非常严实368E 对于这种泥水防溅的设计还是很到位的整个尾部的造型还是比较肥美和丰满的，大家觉得？而且这个车原厂就带前后的行车记录仪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也是有大称的。那么发动机的部分我们也来聊一下，38.7匹，最大功率28.5千瓦，最大扭矩40牛米，在6000转的时候就可以爆发了。整个动力响应开起来的状态，我们等一下动态部分再跟大家聊那么整个外观方面，368E 您觉得跟之前的350比是好看了还是退步了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装载能力也是368E 最大的一个亮点座筒下方这里还有一个小灯，方便我们夜间使用座椅底下这2个洞挖得很深的，所以放2顶全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底边的话还有一些软性的材质铺底中间是一个小的工具包。我们来演示一下它的装载能力。我今天只戴了1顶头盔放在前面，后面的话其实还可以容纳1顶全盔，我把我日常的拍摄的小包放在里面轻松就可以关起来，这个装载能力还是比较满意的。看一下前面2个储物箱可口可乐900毫升的一个乌龙茶放进去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这边也是容纳一个大桶的饮料没有问题，里边还有一个 Type-C 和 USB 的充电口方便我们日常手机充电等等。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一视角，首先就是这个车把做了一个镂空的设计，和其他系列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手把按键还是它系列用到的那个嘛我们转到这边看一下，这个车其实是可以装一个护手的但是我这个车因为还刚到店他们还没有装上去那在摩旅的过程当中，这其实是挺实用的一个
配件啊。然后刹车这边还带一个驻车的功能啊，包括这个牛角啊方方面面都是可以调整的。然后看回这套按键模组，那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啊。绅士在这一套的布局，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这边是一个风挡的电动开合啊，然后转到这边看一下双拉线的一个油门啊，包括刹车上泵这种手感，我们等一下动态部分都跟大家做一个反馈。这边是一个驾驶模式的一个切换，还有点火键以及电源通电的一个开关啊，布局我觉得都是挺趁手的啊。好，转到上面看一下这个仪表，其实就是大家常用的那块，底下还有一个 USB 的充电口啊，然后我们轻按一下让它通电啊。这个膜没有撕，所以大家在我镜头里看到这个清晰度其实是有损失的，对吧？这个仪表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啊，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用，接受度啊、显示信息啊这些的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第一，颜色啊、UI 啊这些其实是有很大的优化空间的。第二就是响应速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遇到卡顿啊或者比较慢，就是刷新率啊各个方面，我觉得车机这块还是可以增强的。其实我想提一个意见是什么，就是368系列这几个不同功能的踏板，完全可以给自己每一台做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主题，就是 UI 上变一下，那我觉得对于身份的彰显或者视觉呈现上会起到一个很大的加分项，大家觉得呢？好，我们来录一下绅士3681的动态体验视频啊。我们还是先在园区转上几圈啊。声浪怎么样？怠速状态下的抖动是有一点啊，但完全在我接受的范围之内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反光镜来做一个参照。好，我们开起来聊啊。这个车的整备质量是188公斤，轴距是1570，参数静态上看就是一个大踏板，包括你刚骑上去这种第一视角宽把这种感觉，体量感都是很充足的。但骑起来以后发现还是很轻盈和好驾控的啊。在这个大直道上，我们先来试一下刹车拉一把。哎呦，这个 ABS 的调教好像有点保守啊，我们再刹一下感受一下。这个 ABS 介入是比较早的，刹车那种制动性能还有手感方面倒还好，但 ABS 调教确实有点保守了。我们再来说啊，你骑上来以后感觉就是一个250踏板的那种感觉啊，车架这种一体性，还有包括支撑，等一下我们过弯那种感觉，我觉得都给你很大的一种信心啊，挺有运动性能那种表达的。虽然368E 强调是一种舒适呀、长途的这种感觉啊，但是我觉得在驾控方面还是有着不错的底子的。我们过一下这个减速带来感受一下悬架的这种感觉怎么样？哎呦，好，我们再过一下这个感觉。哎呦，这个车身姿态的起伏，大家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大的，依然和挡车是没有办法来对比的。我体重是80公斤啊，给大家做一个参照。我感觉后悬架已经被我压下去，没剩多少行程的感觉，好像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风挡，有人会说，哎，对你视线有一些遮挡啊。我坐直的话，我觉得这种毕竟是透明材质嘛，你说这种边缘算不算遮挡？我觉得就还好了。那么配合头盔的话，它的防风性能是真的不错啊，也为日后的这种改装省下了一笔钱嘛。现在是在 Eco 模式下，油门啊、动力响应都是比较积极的，挺趁手、挺好开的啊。你一骑上来就觉得它是一个挺好驾控的车。在这个封闭的大直道里头，我们拉一把油，感受一下这种动力输出怎么样啊？其实依然说还是挺迅猛的，只不过对比368D 的话，感觉要温柔和平顺了不少。当然，可能是因为车身重量，也有可能是它调教优化的原因啊。我们接下来试一下 S 档的这种输出感觉怎么样啊？调一下模式啊，直接按这个长按这个键就可以切换了。好，现在进入到 S 档模式，我们依然在大直道上拉一把，感觉一下。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大直道而言，两种驾驶模式的感觉差异不大。那么日常骑行的话，看心情啊，想选择哪个就选择哪个。当然，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呢，可能 Eco 模式啊，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好、更远的一种续航嘛。好，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车身的一种灵活性啊，其实真的是挺棒的啊。你别看是368E 啊，强调这种长轴距、舒适性。这种平顺性，其实它的操控底子挺好的啊，灵活性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日常代步啊，日常市区的这种通勤都是游刃有余的，而且骑着还更加舒适一点。然后照顾你生活啊，又能装，对吧？居家旅行必备良品啊，有一点家用车那种感觉了，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下这个车整体的运行品质啊、震动抑制方面啊。这个机子在怠速的情况下，还有你拉到7、8千转的时候，我觉得座位底下呀，还有手把处有一些细微的震动啊。但整体而言，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啊。相比较震动的话，我觉得这个发动机或者讲排气其实还好，就是发动机运行的那种颗粒感、声音其实是有一点大的。如果在日后368这个机子能够在材料啊或者其他结构件做更多的优化，那种细密的程度、那种机械的那种质感能够再提升一点，音量能够再调小一点的话，那这个368系列这几台踏板，我觉得就非常能打了。不光是跟国产的这些相比啊，其实拉到在国际市面上，依然是很有竞争力的一种表达嘛。你想想这样的一个价位，给你这么多的配置啊，方方面面结合起来，都成为一个挺有性价比的选择嘛，对吧？好，最后我们试着总结一下368E这台车啊，定位非常清晰，更大的尺寸，更好的装载能力，更加沉稳的驾驶风格，目标客户明确，市场定位清晰，用车场景也是一目了然。如果你有长途驾驶的需求，有出去摩旅的需求，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看重自己和另一半舒适性的一种照顾，那这台车在方方面面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兼顾。那日常生活也能照顾得到，比如上下班呀、通勤呀、接个孩子啊、菜市场买个东西啊，它的这个能力也可以做到一种全覆盖。所以综合我们自己的用车场景、产品表现、售价、售后方方面面的表现，难道踏板车真的是骑士的最后归宿吗？在这台上的表现担不担得起这句话呢？那它和368G 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